婶，你们不只要卖东西，还要学会找商机。眼看着天就要凉了，你想想，卖什么东西才是老百姓的必需品？几十年都不动一下的大脑，老牛拉破车似的缓慢的转动。今天生意怎么样啊？全卖出去了，我偷偷告诉你，赚了280文呢。啥？就这几个时辰赚了280文？快，你们也太厉害了！老六叔，咱们去木匠铺子，早上接了那么大一笔生意，人手够，但是工具不够，还是得再买把锯子。得嘞，桃儿，我想到了。刘婶，你说说。现在已经上秋，有的村子已经开始收割粮食，要不了多久啊，天儿就会变冷，到时候不少人家都要做棉衣御寒，所以现在正是卖棉衣的时候。只可惜普通人家都自己做御寒棉衣，咱们最多能卖个布。刘婶的洞察力可以啊。刘婶，若是屯部在卖，咱们黑风寨怕是一时半刻拿不出这许多的本金，可若是说动他们自己去摆摊，咱们帮着卖，这件事倒是可行。上次咱们买布，1匹布大概100尺，花了400文，1尺布算起来就是4文。刚才说的是买整的价格，同样的，麻布绫要买6文1尺，咱们要是和老板商量，咱们帮他6文1尺往外卖，但每卖出1尺给咱们1文钱，这样大家都有得赚，怎么样啊？不过刘婶，你怎么才能让早市的人来买你的布呢？是啊，怎么才能让人来买我的布呢？咱们可以来个以旧换新。咱们黑风寨的人也没有御寒的棉衣，到时候都需要购置。不如这样，咱们回收旧棉衣，用旧棉衣抵一部分钱，拿回来的旧棉衣咱们可以给黑风寨的人穿，也可以去村里卖给那些条件很差的人。你觉得呢？就是苦了黑风寨的众人要穿人家的旧衣服了。旧衣服咋了？咱们都是苦命人，有东西御寒都不错了。咱们村里有个人是雪灾的时候逃过来的，他和我说，他们为了御寒，连死人的衣服都扒下来穿呢。再说了，村里哪年过冬不冻死2个？就算是烂到有眼的旧棉衣，对他们来说也能保命。咱们这是在做好事呢。刘婶，旧棉衣能抵钱，肯定会有人拿很破的棉衣过来，到时候如何定价？他们不满意这个定价怎么办？还有，若是来换的人多了，咱们承受不了，又怎么办？旧棉衣抵钱这件事，你怎么和布店老板谈？他能瞧得起咱们这小本生意吗？你和卢婶好好商量商量，方方面面都想全，再和我汇报。陆家大婶儿，快来，我和你商量点事儿。他刘婶，啥事叫得这么急呀？你和大当家都已经商量好明天要卖啥了。六叔，一会儿你和桃不用等我们，我俩有事要去办，晚上我们自己回去。去保护你们婶子，他俩要有危险，你也别回来了。他们人呢？他们说有事要办，让咱们不要等了，到时候他们自己回去。老六叔，那咱们就先回吧。黑风寨众人正喜气洋洋地忙碌着。300副跳棋3天交货，这些精细活山虎能干，这些毛糙的活就咱们来。这是第一票重要的活，一定要干好了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大当家，你回来了。我家那婆娘咋没和你一起回来啊？婶儿，还有吃的没？呀，大当家，你到现在都还没吃呢，我马上就去弄吃的，马上就来。哎呀，现在这日子过得跟神仙似的，以前想都不敢想，连口干饭都吃不起，就过得跟神仙似的了，就这点追求？可不是咋的，以前在家吃2顿稀汤，农忙就弄点干粮，可那也得可着下地的爷们吃，我们这些女人呐，一口都捞不到。现在有活干了，有饭吃，可不就是跟神仙似的吗？就是。他知道古代人生活清苦，却没想到苦成这个样子。也是，现代人机会多，能来钱的门道也多。古代人要想要翻身，除了科考，真没有别的出路。大当家，今天一上午我们就做出了40盘跳棋，现在有大家伙帮忙，肯定能更快。3天300副，我们肯定能完成。正缺着呢，大当家你就送来了。二驴、二狗，你们2兄弟先去那边练习用锯，等能锯平整了，再过来干活。老六叔，这儿呢。别包了，我看看有多少。喏，桃儿全在这儿了。我靠，一股臭气扑面而来。老六叔，你不会抠完脚又摸这些钱了吧？这不算账手不够用了吗？还查啥账啊？算那几个钢镚都要用上脚丫子的人，能算明白啥呀？给我拿张纸来，咱们把账重新捋一捋。现在这账目就一目了然了，以后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记，不会写的就在格子里画，隔一阵子咱们对一下，然后给大家做汇报。桃儿，你弄的就是好，你说你咋这么厉害呢？啥都会啊。行了，老六叔，我先出去了，你赶紧把钱收起来，
可别被旁人发现了。黑风寨现在吃喝方面不用愁，当务之急是修路盖房。冬天眼看快来了，黑风寨的茅草屋根本就无法抵御风寒，吃喝可以对付，可以节省，可御寒不行。今天这么不高兴，山下的货没卖出去？不是，货全卖光了。大当家，今天有单生意本来能谈成的，但是飞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说说。今天有个老板很喜欢跳棋，而且也准备进货，但是他要的量太大，他要1000副跳棋，还要3天交货，价格也想压到30万一副，我就没答应。咱们黑风寨刚接了300副跳棋的单子，根本再分不出人手来接他这个单子，30万一副，我也怕不赚钱啊。大当家，要是你会怎么办？要是我就把这个单子接下来。啊，接下来咱们忙不过来啊，而且30万一副，价格也太低了，咱们没得赚呀。事情是死的，可人是活的呀。跳棋下面的棋盘是木质的，所以难以打造，成本也高。可若是换成那种厚纸呢，不仅造价更低，制作起来的速度也更快，价格也能往下压。就算他坚定的要木质跳棋，这也好办啊。咱们可以去现成的木匠工坊里定制底座，多找几家，这速度不就上来了吗？所以啊，大奎，生意中还有很多要学的，人也要懂得灵活多变啊。哎，大奎，你干啥去啊？我去找那个客商，他是打州府那边来的，今天晚上会住在旁边的县城。那你知道他住哪一家吗？大当家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事情是死的，但人是活的呀。县城就只有3、4家客栈，我知道他姓王，大不了挨家找过去嘛。哎，等等我和你一起去。老六叔呢？牵马，咱们套马车去县城。临去客栈前，沈桃先去了纸坊。咱们家有包点心或者药材那种纸卖吗？有，您稍等。这纸多少钱一张？您选中的这种，比普通包糕点的要大1倍，也更厚实，至少要3文钱一张了啊。不过这种纸更厚，更经折的。姐，你这纸多少钱一张？只买1张的话要3文钱，您要是能一次性买到100张，就能降到2文钱一张。这张我折过了，就给我拿上。具体要不要大量采购，我明天再过来商谈。城北兴旺客栈，客人住店吗？掌柜的，请问您家店里有没有一位王姓客商投宿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能随意把客人的消息透露出去。掌柜的，您行行好，就告诉我吧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找他。这位客人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不能随意透露客人的消息，而且我们这里是住店的地方，客人们舟车劳顿，需要好好休息，你还是回去吧，我帮不了你。啥都不付就想找人，好事全让你占了。呸！客人，哈哈哈，是你呀？哎，是我找了您很久了。怎么回去和你们东家商量好了，能出货，价格也行？客人，您看咱能不能找个合适的地方说话？我有要事和您商量。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莫非还是想要和我纠缠价格？要是这样，那咱们的生意就不用做了。您想差了，不是要纠缠价格，我们是打算再给您降一些价格。随我来吧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价格是怎么个降法。稍等，您在哪间房住？我去请个人，马上就到您房间去。你在这里等他，待会儿带到我房间里去。哟，您回来了，刚刚有个人来找您，我看那人穿得破烂，生怕是来纠缠您的，就没把您的消息透露出去。刚好在门口碰上了，心里呸了一声，一个两个的都是抠门。大当家，你这脸，大当家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刚找了点灰涂上去。深更半夜我一个女子去男人的房间谈生意，还是得有点自保的手段。兄弟，你带个女子过来是何意啊？客人，这是我们东家。你一个小丫头是东家？不瞒您说，这跳棋正是我研究出来的，老天没有给我好相貌，弥补给我了一个好头脑。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开门见山吧。刚才这位兄弟说了，价格还能给我降，可否是真的？客人请看，之前您在我摊位上看的跳棋是以木头做棋盘，不仅工期长，价格也更昂贵。可若是把棋盘换成这种厚纸，价格更低廉，工期短，携带也更方便。这小丫头丑是丑了点，脑子是真的好用。的确，如果跳棋的棋盘改成这种厚纸，造价的确会低上很多，而且更容易仿制。离开这县城，他就可以自己召集一批人制作售卖。你这个想法甚好，而且更容易仿制。你告诉了我以后，难道不怕我不同你们合作，反而召集一批人进行仿制吗？客人，这东西想仿制肯定非常容易，但是这跳棋想打开市场销路，让人追捧，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可以让你快速打开市场，抢占市场。当然了，只有你确定从我这里购置一批货，
我才能告诉你。你算算，你回去仿制也要雇人，雇谁不是雇呢？你雇了我们还能提供给你销售的办法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你刚才说可以降低价格卖给我，那么价几何呀？15文一副，1000副起订。15文？我若是自己雇人，15文能做2副起。走，那客人您就看看，雇来的人会不会给你提供卖货思路？到时候仿品到处都是，你的货可就真砸在手里了。王贵，你说他们说的能信吗？我他娘的，刚才在神游啊！我鬼晓得他们说了什么呀？哦，那小娘子虽然丑了些，但气度大方。要不然您试一试，信一信。这1000副棋短时间内全卖出去了，赚了钱不说，王家肯定也会高看他一眼，这买卖值。大当家，你说他能和咱们合作吗？大奎，咱们已经努力了，剩下的交给老天。而且这不过是15两的生意，往后咱们一票可能是上百两，甚至上千两的生意，你还能做一笔生意就忐忑一次啊？就15两银？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没攒够15两现银，全家最值钱的就是那土坯房，花了不到3两银钱找村里人帮忙盖的，已经住了半辈子，他还能做100两甚至1000两银的生意？真要有那一天，他做梦都会笑醒吧。冯家，我说我的老爹，你难道就没有别的事儿干了吗？天天在我旁边读书生和狐狸精的故事，美名其曰给我解闷儿，实际是为了躲避我老娘吧。再说书生和狐狸精的故事哪有我和白骨精的故事刺激，动不动就开肚子呢。爹，我困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，我儿早些休息，为父也回去休息了。明日为父再来给你读书解闷。儿啊，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，沈医交代过，叫让你多喝些滋补的汤，娘亲自下厨监督他们给你熬的，你快趁热喝。风鸣无语望苍天，光闻味儿他就闻出来了，又是猪蹄子汤。人家说用滋补的东西熬汤，可他老娘心里最滋补的东西可能就是猪蹄子了。上顿猪蹄子汤，下顿猪蹄子汤，喝得他老想尿尿不说，而且满身猪蹄子腥味儿，瞬间开始想念老六叔端给他的野菜米汤，回想起来都是满口清爽的米香。老天爷为何要赏给他这么一对不靠谱的父母？身旁缺了个打呼噜的人，他真想立刻好起来，然后去看看那茅坑到底有没有人花钱上。黑风寨大当家的，昨天的事儿我和卢婶反复商量过了，商量出来一个对策，想和您说一说。好，你们2个谁来汇报？就我说吧。好，卢婶、刘婶，这都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，既然你们想好了，那就去做。我很看好你们2个啊，还有大山，你们出门在外总是要有个人保护，你们3个一定会成为黑风寨的栋梁之才。周家少爷，我回来了。这么晚呢？少爷，小的昨晚回来时已经过了您的就寝时间，就没来上报。昨天小人一出去就遇到了夫人口中那位姑娘，她坐着马车去了早市，早市上竟然有2个她的同伙在卖豆腐。少爷，我和您说，这小女子好生狡猾。陈乔啊，她怎么狡猾的？你说来听听。陈乔一五一十的把沈桃在集市上卖豆腐的事说了。好，买豆腐送线团碎布，这人倒是有几分本事。少爷，我和您说，这姑娘做的事还不仅这一桩呢。我跟踪她到了城外一座山上，那山上竟然住了50来号人，人数众多，我害怕被人发现，所以只能躲得远远的。就算这样，我也看出来了，那些人很尊敬她，见了她还行礼。你说她一个16、17岁的姑娘，怎么可能成为他们的头头呢？所以属下猜测，她身后必定有人撑腰，绑架您的也肯定是他们。哦，50来号人。对了，少爷，我还有一样东西交给你。少爷您瞧，这就是那姑娘他们山上人做出来的东西，他们在山脚下摆摊，把这东西卖到大越皇朝各处去。我怀疑他们是通过这个东西把消息传递出去的。再去探，弄不清楚这东西怎么操作的，你人也不用回来了。本以为我劲儿只是挺大，没有想到大的跟那个挖掘机似的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以后跟人交往尽量少有肢体接触，万一一不小心把人给整折了呢，我可赔不起。山上是不是出了什么奇怪的鸟啊？这叫声咋这么邪乎呢？这是鸟该发出的声音吗？这鸟可真大呀，这一飞整个寿关都跟着晃呢。大当家护体，百邪不侵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咱们昨晚拜访的那个客商过来了，他说要订购1000副跳棋，还说要见你。行，咱们一起下山。人，您这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定金先给你5两，
这2天我要到周边县城办点事，剩余的银两等收获的时候再付。不过小娘子啊，我这5两银已经付出去了，你总得让我知道我这钱花的值不值。你说的销售之法，可否说一二与我听听？这跳棋玩法简单，老少皆宜，但最好的切入点还是学子。你只要派2个笨人坐在学子门口下棋，引他们观战即可，此为方法之一。对呀，学子都心高气傲，一味推销他们反而生了反骨。笨人下棋，聪明人看不过眼就会指点。这方法极好。那方法2呢？方法2、方法3，等交货的时候再告诉你。你们派个兄弟去山下买纸，要买和咱们昨晚那种一模一样的，顺便再找个书生帮咱们代笔画棋盘。咱们黑风寨的人连笔都不会拿，回头再把那金贵的纸给画坏了，这就得不偿失了。大当家，这活儿你放心交给我干。有啥不放心的呀？啥事都让我自己去干，还不得把我累吐血啊？你们也都快点成长起来，帮我分摊一些。大当家拔树都没累吐血，出去办个事就能累吐血？哎，算了，大当家乃神人，一肚子主意怎是我能看破的？反正得到了信任，我高兴。周家出来吧。少爷，我回来了。学会了。少爷，我和你说啊，怪不得你整日自己和自己下棋，其中滋味妙极啊。寥寥几语，周文墨就明白了规则。不对，这个棋子我走错地方了，我不走这颗棋子。落子无悔。跟少爷玩棋怎么和旁人玩棋不一样呢？和别人玩他只感觉到有趣，和少爷玩他只感觉到压力，而且连棋都没那么好玩了。不玩了。本来因为这棋我都对那个姑娘改观了，现在看来她还是狡猾。对，狡猾。哦，这棋是那个姑娘发明的？对，我在他们山下的摊子蹲了大半天，还看到她和别人谈生意来着，这就是她发明的。好了，你劳累了2天，也很辛苦，先下去吧。明天你继续跟着，找机会混入他们，继续探查。来人，把饭菜撤了，再把爹娘还有大哥都请过来。周文墨让他们都坐下，还要和他们下棋。文墨啊，娘不会下棋呀。娘，坐下吧，这是儿子新得来的物件，儿子也是刚刚学会，这棋可以很多人一起玩，所以才叫大家过来一起探讨研究。文墨，这东西你从何得来？我们为何闻所未闻啊？1天1文钱都不够我下山买好吃的呢。对啊，1文钱能做什么？是不是少了点啊？你们这群没良心的，这管吃管喝1天1文钱，你们还不乐意要啊？咱们刚吃一顿饱饭，你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？要不是桃儿带着咱们做生意，教咱们做生意，咱们还干那刀头舔血的买卖呢。这要不了几天，官府组织一批人上山，那大刀明晃晃的照着你那脖子一砍，你这脑袋瓜子就叽里咕噜的掉地上了，脑袋瓜子都掉了，人都死了，抢来的那些钱还有用的地方吗？等死了，连个办后事和烧纸的人都没有，到了那边也都是穷鬼一个。现在给的虽然少，但是你没听大当家说吗？以后钱会越来越多的，到时候钱攒多了，你们再娶一房媳妇，生2个孩子，死了也有人在你坟前哭啊！你们要对黑风寨有信心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对我有信心。1文钱早晚会变成10文、100文，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，劲儿往一处用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好了，散会。隔天就到了交货给牛大富的日子。这是违禁，咱们合同可是约定好了的，你们不能再卖给去罗天州的商客了啊！我们一定会遵守约定的。另外，我们东家让我和您说一下打开市场的方法，我们期待您再来订货。哦，还教给我打开市场的方法？好，你说。现在可好了，踏踏实实干活就能够吃饱饭，还不用担心爷们没饭吃。这要是真好日子能一直过，我做梦都能够笑醒。你们都这么伤心了，我嘴里的饭是咽呢还是咽呢？都别哭了，再哭东西就让老六一个人给吃光了。吃过饭，今天我把大家叫过来是有事要宣布。黑风寨现在还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每个人都在为温饱的生活而努力，冬天眼看着就要来了，咱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把房子盖起来，才能度过漫长的寒冬。盖房子的事咱们先不说，先来说另外一件事，月钱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人每天发1文钱，月底一次性结账。黑风寨管吃管喝，发1文你们就能攒1文。现在这钱虽少，但要不了多久就能涨。
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给吃给喝还给钱，要不你掐我一下？一人1个月30文，黑风寨有53号人呢，那1个月就要出，要出多少不重要，可以回去掰脚趾头算。总之是很多很多。桃儿还说以后这钱还要涨，他的心好疼好疼啊！一天1文钱都不够我下山买好吃的呢。对啊，1文钱能做什么？是不是少了点啊？你们这群没良心的，这管吃管喝一天1文钱，你们还不乐意要啊？咱们刚吃一顿饱饭，你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？要不是桃儿带着咱们做生意，教咱们做生意，咱们还干那刀头舔血的买卖呢。这要不了几天，官府组织一批人上山，那大刀明晃晃的照着你的脖子一砍，你这脑袋瓜子就叽里咕噜的掉地上了，脑袋瓜子都掉了，人都死了，抢来的那些钱还有用的地方吗？等死了，连个办后事和烧纸的人都没有，到了那边也都是穷鬼一个。现在给的虽然少，但是你没听大当家说吗？以后钱会越来越多的，到时候钱攒多了，你们再娶一房媳妇，生2个孩子，死了也有人在你坟前哭啊！你们要对黑风寨有信心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对我有信心。1文钱早晚会变成10文、100文，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，劲儿往一处用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好了，散会。隔天就到了交货给牛大富的日子。这是违禁，咱们合同可是约定好了的，你们不能再卖给去罗天州的商客了啊！我们一定会遵守约定的。另外，我们东家让我和您说一下打开市场的方法，我们期待您再来订货。哦，还教给我打开市场的方法？好，你说。大奎趴在牛大富耳边说了几句话。极好，如此极好啊！你们东家可真是个妙人。牛大富再次承诺，若此批货卖得好，我一定会再来的。第2天天刚亮，罗天书院门口，你们玩的这是啥呀？这个叫跳棋，这东西是我从京城带回来的。喂，你们过来，这东西是从京城带过来的呢。在京城也是个稀罕物呢，我敢保证，你们都不会玩，也玩不懂。不会，不就是下棋吗？多瞧2把不就会了？嘿，这有何难？京城就玩这么简单的东西啊？哎，这位小哥，做人可不能太吹牛啊！看2把你就会了？正巧，我这棋可以多人对弈。你也过来坐这边。你要是真能赢过我，我就承认你们比京城的人还厉害。对弈就对弈，我还怕了你不成？这盘棋可以6人同下，现在我们只有3人，还有谁不服气？可以下一场试试。我也算我一个。嘿，我不信我读书这么多年，下棋还下不过你了。我又讲了一遍了啊！一会儿你们输了，可别说我欺负年轻人。哼，这么简单，一看便会。你输了，可别怪我们罗天学院欺负你才好。没想到有一天学子能败在我手上，回头烧纸是跟我爹娘念叨念叨，这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白读圣贤书了，这都赢不了。起来，让我来，我就不信赢不了他们。都在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进来！是林夫子。糟糕，林夫子为人最严厉，害苦了我们呢。夫子，今天都是我之过，害几位学子迟到，还请您从轻责罚。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这副跳棋就送给夫子。这棋是我偶然间所得，既有趣味，又能让人学会纵横全局之道。只是为了表达歉意所赠，并非有所求，请夫子放心收下。掌柜的，我这里有一批货，想……去，我们这里的货都是东家亲自订的，外面的杂货一律不收，我们也做不了主。掌柜的，我有一种叫跳棋的新鲜玩意儿，是从京城带回来的。这样，我先给你这里放上30副棋，我先不收钱，您什么时候卖光，我什么时候过来收钱，怎么样？卖出去才来收钱，价格我自己定。那是，卖不出去的话，我自己把棋收走就是了。那好吧，你先放下30副棋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卖不卖得出去，我可不做保证啊。午间下学时，牛大富和马夫又跑到罗天州另外几个书院门口挑衅，惹得一众学子心里跟长草似的。听闻
今天早上有10几名学子迟到，可有此事啊？院长，已经责罚过了，打了手板，还罚他们抄书了。对学子一味处罚可要不得，可有询问他们因何事迟到？我询问过了，今早有人在学校门口摆下旗阵，出言间极尽挑衅，学子们气不过，同他对弈，这才迟了。可赢了？一局都没赢。院长您有所不知啊，这棋听说是从京城传来的，学子们都没见过，这才输了。哦，你说与我听听。去把那几个对弈的学子叫来，教教咱。几个学子被院长传唤，心里有些忐忑。听说让他们教棋，心里都放下了一口气。大家七嘴八舌，把跳棋的玩法告诉了院长。为了更彻底的演示，几人还拉着院长玩了几把。很久没玩过这么有意思的东西了，有趣，真的有趣。院长叫你们是干啥去了？嘿嘿，院长和林夫子让我们教他们怎么下棋。到底什么棋啊？就连院长和林夫子也没玩过，还这么有兴趣？哎，算了，反正那个棋很好玩，以后遇到我指给你看便是。晚间下学，几名学子相约去书坊买纸。一进门，他们就看到了摆得最显眼的跳棋。一问价格，竟然要卖到1副150文。定金已经交了，我明天就拿钱过来，你可千万不能卖给别人呢。掌柜心花怒放，他原本以为卖150文没人会买，没想到刚摆上就有人交了定金。哎，好，这东西我保证给您留着。可没想到学子们这么有战斗力，一个晚上过去，30副就卖空了。沈桃子和卢婶、刘婶在早市上卖货。哎，这谁家的布摊啊？跑到早市上来卖？对啊，这能卖出去吗？脑子有毛病吧？哎，你们瞧见卖布那个女人了吗？你们不觉得她眼熟吗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她就是之前在早市上卖过豆腐那个。你这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。除了卖豆腐，她之前还卖过野果，她爷们儿还追到早市上来打她呢。也是个可怜人呐。她今天卖布啊，走，咱们过去瞧瞧，她卖的东西都不错呢。大姐，你今天卖布啊？哎，大妹子，是洲际布庄卖布，他们看我卖东西利索，请我过来帮他们吆喝吆喝。卖布？那今天送什么？今天没得送了。哎，不过这不是已经秋收了吗？这眼看着天就凉了，该换棉衣了。冬天一到，布价就涨起来了。现在买便宜布，让你少花钱，这不就跟送东西一个样吗？要是家里有旧棉衣拿过来，还能把旧棉衣顶钱呢。你瞅瞅，这样的旧棉衣能够抵2文，像这种新一点的就能够顶4文钱，只收前100人的呢。啥？旧棉衣顶钱？我家的可不能顶，我儿的棉衣小了，我准备拿回娘家给我侄子穿呢。不呸，我才不拿回去呢，我拿啥回去？我嫂子都是一脸嫌弃，与其便宜她还落不到好，我还不如拿出来顶了，得了1文是1文。叔叔、婶子、大姐、妹妹们，你们瞧瞧这几样东西。沈桃手边放的是提前做好的棉手套、耳包、棉帽、棉马甲，还有小孩带肚兜那种的棉裤等保暖物件，这些都是沈桃花样黑风寨的婶子们做出来的。哎，这个手套真不错呀！我家男人是账房先生，冬天屋里不生火盆，打个算盘手都冻僵了。这个手套戴上，不耽误他打算盘啊。哎，对啊，我儿子写字也不耽误。哎，我瞧瞧这个带肚兜的棉裤，给我家小孙子穿上，冬天就不怕肚子凉。前面那个孙子啊，一到冬天就肚子凉的拉稀，见天的给他洗尿布，洗的呀还没他拉得快呢。哎，这个帽子也好，每年冬天我男人上山就戴个头巾，也不保暖，耳朵和脸冻得又红又肿了。要是有这个帽子，那可就不怕了呀。谁想出来这么好的御寒物件呢？真厉害呀！你们不想买的都往后面靠一靠，我要扯块布回去给我男人做帽子。对呀，不买的往后靠。谁说我不买的？我这就回家拿棉衣来顶。我小孩的棉衣又旧又小，破洞都没法拆洗了，我拿过来顶1文钱，买布给他做新棉衣。哎，我也顶，不是只收前100人吗？我不和你啰嗦了，要不然赶不上了。给我来2只布，我给我男人和儿子做手套。
哎，我要10尺，我还想给我儿做带肚兜的棉裤，还有棉帽子。我的棉袄漏风了，今年得做个新的。我扯点儿，要不冬天呐，布就要涨价了。来，大家都别急啊，6文钱1尺麻布，好一点的布呢更贵一些呢。记住啊，洲际布庄为了给大家送福利才出来卖布的，都别急，都有份儿啊。这个女人卖什么火爆呀？只是她到底要如何混入他们呢？哎呀，想得头都大了。哎呀，那帽子的样子我还没仔细看过呢。大家都先回去忙活，这帽子手套的样子就在洲际布庄，你们抽空再过来就行。啊，真的呀？那太好了呀，那我就先回家做饭了。开了一匹布又一匹布，今天至少卖了20匹，1匹是100尺，1尺布他们提1文钱，那就是2两银子。他脑子都嗡嗡的，他今天一天就赚了2两银子，2两一天赚的，这放在过去他做梦都不敢这么想。今天一共卖了22匹零13尺布，按照咱们之前说好的，应该给你们2213文钱。你们的棉衣没收到100件，只有83件，共307文，这钱用来顶布了，所以我得扣除。我们还需付你1906文钱。小帽，给他们数铜板吧。钱我们已经收到了，今天也多亏了大家。至于我那几个样子，在早市上他们和买货的婶子说让他们来洲际布庄看样子，可这样货确实是人家自己带来的，现在人家要带走，自己也没理由不同意啊。沈姑娘，您看这样可好？这几个样式您开个价，我们洲际布庄想买下来。你们看着给吧，别让我们家婶子白做就行。沈桃接过钱道了谢。旧棉衣可否先寄存在这里？当然可以，什么时候来拿都行。哇，好多钱呐！对呀，我们赚了好多钱。哭什么呀？不过是2两银子，只要你们努力，以后能赚到的更多呢。桃儿，要是早遇到你该有多好啊！夏云就不会跟着婆家逃亡，家宝也不会被人流冲散，夏欣也不会病死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大当家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第一批订货的牛大富他又回来了。本来他还想再订300副跳棋，后来我和他说了只制棋盘，他就改口要500副，而且这次他还要订搓衣板呢。一到山寨啊，你真的好了呀？那必须的呀，离开这么长时间，我可想死你们了。你们别看我在这的时候闷在屋里，和你们外面的动静我都能听见啊。这你都知道？你叫大嘴兽是吧？你叫栓子，你叫黄丰收，你咋知道的？我能辨认你们说话的声音啊。你个小姑娘怎么能看这个呢？你大肚子做手术时，我把你衣服都脱光了，你这时候害羞，不晚吗？哎，走，都干活去，别在这儿堵着了。风明，你给我过来。我在的时候没看到这些植物啊，这些都是啥？我咋感觉没见过呢？系统出品的种子啊，真不是盖的，长势喜人，6、7天就窜出了一截儿。别碰，金贵着呢。你把衣服脱了，上床躺好。他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怎么好脱光衣服躺在姑娘床上？莫非这姑娘看上了自己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才大病初愈，更何况孤男寡女，反正我最狼狈的样子你也见过。要是你针对我有什么想法，我回去告诉我爹娘，我爹娘都是很开明的人，应该不会反对。就说我舅舅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舅舅的工作我去做。哎，你说孩子叫什么好呢？我擦了，我想看看你伤口，你他喵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，你那脑子上高速了？你有病吗？我让你躺下是想检查一下你的伤口。检查伤口啊？嘿，那你不说清楚，害得我多想。疼吗？不疼。这儿疼吗？也不疼。行了，衣服穿上吧，你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做完大手术都体虚，你别乱跑，赶紧回家歇着。我还有事要办，你玩一会儿就赶紧下山。得亏我这段时间总是惦念山上的情况，旁人都知道欢迎我一下，问问我最近的情况，偏偏你这么冷酷无情，渣女。老六叔，你翻翻账本，看咱们还有多少银两？最近多了很多订货的客商，目前都只交了定金，现在账面上还有212两。要是所有钱都收回来，
有将近300两。200两在这个朝代足够盖几排砖房了，可光盖房怎么够？他们都是流民啊，偷摸的占山为王。这要是被官府发现，不管你盖了多少房子，分分钟能给你收走，再把你驱逐出境。还是要尽快在县衙落户才行啊。可要怎么样才能和县老爷搭上关系呢？这就算是搭上了关系，这50来号人落户又要动用多少钱？沈棠，你想啥呢？我和你商量点事呗。喂，和你说话呢。你说，我听着呢。沈棠，我知道你在做生意，但本金不足，只能小打小闹。我呢，你也知道，以前挺着个肚子，日日围在床上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从没想过未来。现在我身体好了，就得考虑一下以后的生活。我学识不好，走不了科举的路，要不你带我做生意吧？我这人没什么大本事，家里就有3家酒楼，2家玉器店，5家书房，1家镖局，3家药铺，还有20来个空铺子等着收租，还有一个当县老爷的亲娘舅。哥们儿，你是来凡尔赛的吧？你等等，当县老爷的亲娘舅？就在几分钟之前，他还在想怎么和县老爷攀上关系，下一秒冯明就说县老爷是他亲娘舅，这不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吗？你舅舅是县老爷啊？前一秒还不愿意搭理人，下一秒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，有点害怕呀。怎么搞？是我舅舅是县老爷，有事吗？你舅舅最喜欢什么呀？猪蹄子，他和我娘一样都喜欢。操，县老爷喜欢的东西真是不同凡响啊！他去给县老爷送礼，总不能端着一碗猪蹄子吧？别说见县老爷了，衙差都能分分钟把他打出去。我是说，除了吃的东西，你舅舅最喜欢什么？我舅舅最喜欢名声了，喜欢听老百姓称赞他。改天给我引荐一下你舅舅可好？啊，你要见我舅舅？怎么，我对你有救命之恩，让你引荐一下你舅舅都不行？不是不引荐，你不是得先见我爹和我娘吗？先见我舅舅，这顺序不对啊。骚年，你是下雨天不打伞，把雨水都灌到脑袋里了。我见你爹娘有个屁用啊？他们能帮我解决黑风寨的户口问题吗？和这样的人说话真心累。你也看到这山寨里的人，这么和你说吧，我们都是流民，没地方落脚。我找你舅舅，就是想让他帮我们落户籍，他帮我们的人落户，我帮他赚名声。他就说嘛，刚才在屋里沈棠还恶狠狠地说他想多了，不可能这么快就改变主意。快回去找你舅。我还想再玩一会儿呢。玩啥玩啊？等这件事办妥了，我给你时间玩个够啊。对了，先别提落户的事儿，你替我引荐，我自己说。是冯公子吗？我舅舅呢？哦，县老爷在后院呢，您跟我走。大人，冯公子来了。哦，明儿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呦，我说明儿啊，你这大病初愈，不在家里躺着，怎么到处溜达上了？可有哪里不适啊？要不要叫大夫过来看一看？哎，舅舅，你快坐下，我有事想和你商量。明儿，有啥事你就直说吧。你这又上县衙找我，又给我捶肩的，我都有点不适应了。舅舅，我爹和我娘同您说了吧，我遇到了神医才把我的顽疾治好。是有这么回事儿。你提神医，莫非你求我的事与他有关？舅舅，你真是英明神武，一下子就猜中了。他说想见见你。哦，见我？也好，人家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是该当面道谢的。择日不如撞日，舅舅，你今天下午有事吗？如果没事，我让他下午来拜访你。来县衙不合适，这样吧，晚上我在庆丰楼摆一桌，你把神医约到庆丰楼见面。得嘞，舅舅，我这就去找掌柜的，让他留出最好的房间，等酒菜备好，我差人来通知你。晚饭时，庆丰楼热闹起来。见过徐大人。啊，坐。你师傅他老人家呢？什么师傅啊？那是谁？你不是说要感谢神医救命之恩，他老人家怎么没来啊？舅舅，哪有什么老人家，救我的就是他。在下沈桃。这姑娘看起来并未出阁，衣服破旧，但洗得很干净。神医如此年轻，前途定是不可限量啊。这姑娘轻而易举就治好了冯明的病，可见医术之高超。若是能结交上，好处不是一星半点啊！舅舅，拿猪蹄子，你最喜欢的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外甥，本想在神医面前留个好印象，以后好攀交情，没想到你个不成器的小子给我夹了个猪蹄子。
这猪蹄子这么香，你是让我吃呢，还是不吃呢？我在山上吃过这个野菜，混在米粥里很是清香，有点苦味，但是苦的恰到好处。我看你天天吃，想必极其喜欢，就特意让后厨给你准备了，快尝尝吧。哼，要不是徐以德在，沈桃都想给冯明唱一首谢谢你。尼玛，听听冯明说的混话，与何不食肉糜有何区别？我爱吃野菜，你才爱吃野菜，你全家都爱吃野菜。他来这个世界这么久，天天吃野菜，眼珠子都快吃绿了，别说肉块了，他连肉丝儿都没沾过。听说今天约在酒楼见面，他心里还在窃喜，终于能开荤了。结果让他继续吃野菜。我喜欢这个，确实喜欢，好吃，好吃。我也喜欢这个，好吃。徐大人，今天让冯明把您请来，实在是有事相求。不瞒徐大人，我家乡春训，只得背井离乡讨生活。我一路还遇到了50几个善良的人，相扶相持走到现在。我们寻到了营生，能养活自己，不会给您添麻烦，就是希望能解决一下我们的户籍问题。就这。朝廷早就发了文书，让各州府县衙协助灾民安家落户。他们县城之前呢，也接收过一批灾民，只是这些人并不安分，偷鸡摸狗抢粮食，闹得满城百姓不得安生。为了全城百姓，他不得不关闭城门，拒绝灾民入内。这神医带了50多个灾民找到生计，那他就不担心他们会作乱呀。上报朝廷，这不是罪过，反而是功绩呢。这请求不要太简单好吧？他不想让神医觉得这份十分容易办。神医啊，您别叫我神医，叫我沈桃就行。神医既然和冯明是好朋友，那徐某就斗胆叫您一声沈姑娘。沈姑娘替冯明解除病痛，那是我们一家子的恩人。落户之事就包在徐某身上，无论多难，徐某保证替您办下来。徐大人，那就麻烦您了。既然我都厚着脸皮张了这个口，索性就把所求的另一件事和您说了。我们50几个人因为被拒在县城外无处落脚，故而在县城外20几里的山头上建了几间茅草房。我想把那片地租下来，作为我们的落脚之地，不知徐大人意下如何？当然了，不能让徐大人白帮这个忙。我早就有所耳闻，徐大人为人清廉正直，最是爱惜羽毛。可徐大人您想啊，百姓读书少，他们不像文人一样会表达，即便心里感恩大人的功绩，也不会挂在嘴上。但是我有办法能让这些百姓对大人更加感恩戴德，无时无刻不念着徐大人您的好。那就是一片荒山，草木繁茂，山势也不平整，根本不适合耕种，已经荒废了许多年了。他若是想租，那对县衙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刚才他说了什么？他有办法让百姓对他这个县令感恩戴德。徐以德呀，徐以德，淡定点儿，淡定点儿。沈姑娘，愿闻其详。徐大人，现在秋收进入尾声，要不了几天，粮食晒干入库，百姓就闲下来了。百姓多愚昧，有很多甚至没见过您的真容，更别提知晓您的功绩了。不如由我们出面，由大人唱主角，举办一场大赛，可好？什么大赛？举办一场全民皆可参与的技能比赛。比赛分成男子组和女子组，以男子组为例，可下分很多小类，比如打鼓组，全县自认为打鼓速度最快的人都可以参加，再比木工活组、写画组、力气组、摔跤组、狩猎组等等。女子组呢，可以分成烹饪组、缝补组、药材识别组等等。比赛获得名次者给予奖励。既然是我出的主意，这钱肯定不能让徐大人您出。大人您想想啊，全县的百姓都参与进来的盛况，每个人都会感谢大人您，认为您这是变相的激励百姓，奖励优秀者。全城的百姓对着他欢呼，他就站在中间，百姓们采来野花送给他。要送给他花的百姓太多了，他手里拿不下，就堆放在他面前。放眼望去，眼前都是花啊，他就站在中央。沈姑娘，这比赛何时可以举办？需要徐某我做些什么？我倒不是想要百姓感谢我，我就是喜欢激励百姓。对了，沈姑娘不就是想租个山头吗？这个主我还是做的，1年80两。沈姑娘你可别觉得贵啊，换别人那么大一片荒山80两可租不下来啊，我这都是亲情价啊。多谢徐大人，这个价位我已经很感谢了。徐大人，那我这就回去写份实施计划送到县衙，别的倒不用大人您帮忙，只需要大人给个信物，证明这是您同意举办的，否则我怕一些人不配合。小事情小事情。
你送实施计划的时候来拿就好。一名男子晕倒在马车底下啊，这在古代还能遇到人碰瓷？别装了，醒醒！靠，背下面有个石头子儿，好硌呀！为了混入黑风寨，他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。第一次他晕倒在黑风寨的茶摊附近，想让人把他捡回去，结果黑风寨那些做生意的兄弟把他抬到了路边，美其名曰别被马车压了。都是好心，还捏开了他的嘴，给他塞了个野菜饼子，差点没噎死他。第二次他想晕倒在沈桃面前，结果就在他晕倒的瞬间，沈桃带人拐弯了，压根儿没看到。这一次他必须成功混入。醒醒啊，再不行我可要打你了，我可是见过碰瓷的人，你别想讹我钱。你打呗，反正我就是不行，你还是把我带回你的山头吧。我可真打了，我了个去，这脉搏跳得比我还有劲儿呢，就这还装晕？姑娘家手上能有多大劲儿？打吧，我挺得住。照着地上躺着的男人就掌掴了下去。陈乔紧闭的眼前冒出了点点星光，他那死去好多年的太奶正朝着他招手。莫非是真晕了？小爷我可是练过功夫的人，我要是装死，除非是我自己想起来，否则谁也没办法拆穿我。他就感觉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同时让人给捏住了。我的个姑奶奶呀，啥好人扛你这么折腾？哇，敢戏弄我？就我这个暴脾气，我的剑呢？恩人，谁是你的恩人啊？莫非这是什么新型碰瓷套路？恩人，我本姓李，家中排行老3，所以我的名字叫李兴。排行第3和李兴有什么必然联系啊？我从小患有顽疾，经常会不分场合的晕厥，在外面上工，掌柜的也嫌弃我有这么个毛病，一连换了几家都被人赶了出来。我实在是太饿了，刚看到您从酒楼里出来，就想问您要点吃的，结果不小心碰到马车，又晕了。多亏您把我救醒，否则我这一晕就是一夜。现在这天寒地冻，一夜过去，我怕是人都硬了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这话撒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恩人，只要您给我口饭吃，我什么活都能干，只求您别赶我走。我会养马，能赶车，能挑粪，会泡茶，我还会写字，能使点拳脚功夫，不留下我是你的损失。喂，那小子，你上车吧。这人能写会算，为啥会赖上他呀？莫非是对他黑风寨有所图？可拉倒吧，黑风寨目前除了那点银子，还有50几个穷鬼，若是图钱，完全没必要去大户人家偷，速得更快。莫非是图机密？难道是想查探黑风寨大婶儿野菜饼子里野面和面粉的混合比例？管他什么想法，总之这人又会写字又会舞，这明摆着是老天爷送给黑风寨的礼物。嘿嘿，这一波血赚！大家都停一下手头的活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，这位是李，你叫啥来着？我姓李，在家排行老3。大家伙听着，他叫李3，欢迎。呀，这后生俊的嘞！陆七叔，你人呢？大当家，你叫我。陆七叔，这人未来一段时间都要留在咱们黑风寨，你去给他收拾个住的地方出来。李3，就算是化名，你也给我校对好吗？我叫李兴。李3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啊。我们这里呢正在做生意，管吃管喝管住，还给月钱。我对你呢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，只要你每天早上教大家练武强身，晚上教大家认几个字。虽然你是新来的，可你放心啊，我向来一视同仁，给他们发多少月钱，就给你也发多少。怎么有那么一丝丝的感动呢？李3，你给我过来，咱们签一份合约，你就正式的成为我们的一员了。合同上明确的写着，陈乔要在这里工作至少3个月，管吃管喝，月钱和其他人一样。若是陈乔待不够3个月，发给他的月钱就要全数返还，挺合理的。而且他现在相当于领2份工钱呢，天大的美事啊！今天晚上就开始上工吧，堂的不用多教，今晚上只需要教会他们黑这个字就行。